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网传赵丽颖演不好角色，陈可辛改剧本将其戏份分给雷佳音和范伟。电影《酱园弄》自从发布预告片开始就话题不断，最近陈可辛的一段发言又引发了热议，而后引出了一个大瓜。陈可辛说他拍片的习惯是就只拍2-3条，因为拍太多没用，演员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指演员演出他想要的效果，不会刻意去调教演员而拍几十条。解决方法是他回去重新改剧本，改到演员能演为止。刚开始大家都以为他在内涵王家卫，众所周知王家卫是出了名的折磨演员，一个镜头拍几十条都是家常便饭，很多演员都控诉过。在这强烈对比之下，网友直呼陈可辛人太好了，甚至是好过头了，说他这是懒得调教演员，为了省时省力改剧本配合演员。但细想他从前不这样啊，拍《甜蜜蜜》张曼玉去认尸落泪的镜头他可是反复拍了8遍，其实拍第1遍的时候张曼玉就演得非常好，后来成片也是用的这一段，但他并不认可张曼玉的演绎，为了补拍到理想的镜头，逼得张曼玉把家里每个人的死亡都想了一遍，拍到最后都哭不出来了。可见陈可辛并不像他说的不为难演员，拍个2-3条就好。不过过了这么多年，想法改变了也不是不可能。本来话题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偏偏这个时候赵丽颖的一个大粉突然跳出来爆了瓜，本意是为赵丽颖抱不平，结果适得其反，让她陷入争议。这位网友自称买了《酱园弄》剧组的全程通告单，对比发现原定赵丽颖饰演的角色很多戏份都没有拍，而是分给了雷佳音和范伟，要求片方给个说法。看到粉丝的自曝后，又有自称是业内的网友爆料，直接明确说陈可辛就是在内涵赵丽颖，说陈可辛都手把手教赵丽颖怎么演了，但她怎么演都不对，陈可辛没办法，只能放弃。就算这样，陈可辛都没换掉赵丽颖，而是给她改剧本、改人设、改造型，对她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了。这3方的话又能互相验证，矛头直指赵丽颖。本来当前的赵丽颖就处于风口浪尖了，这3个人说的话让她的处境雪上加霜，加重口碑危机。陈可辛是不是真的因为赵丽颖演不好而改剧本？目前相关方并没有做出回应，一切都只是网友的猜测，并不能证明就是真的。如果是假的，希望他们能澄清，以阻止事态的发展。这段时间的赵丽颖真的是被架在火上烤了。从发布预告片开始，她在片中的造型、气质、演技和台词都被吐槽得厉害，就连戏外的宣传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。点映后，观众对她表演评价很一般，普遍反馈角色单薄，演技平平。据说下一部赵丽颖的戏份比较多，就看她的表现能不能击碎对她演技的质疑了。2. 赵丽颖摊牌不装了，离婚不到5年，37岁的她又要开始走上坡路。赵丽颖离婚不到5年，37岁再度逆袭，赵小刀剧本又开新副本。有网友说，赵丽颖的剧本比国产偶像剧还精彩。37岁的她不靠滤镜，不靠热搜，愣是把人生过成了大型爽文现场。谁还记得当年那个《新还珠格格》里温柔乖巧的晴儿，一转身就成了拼命三娘，连夜在片场苦练武打戏，一脸认真到能戳穿屏幕。有人调侃，这姐演技不是演出来，是从骨子里卷出来的。事业高光时刻，她和冯绍峰那段世纪官宣，直接让微博服务器差点宕机。评论区堪比春晚抢红包现场，有人笑称2位主演终于在现实世界发糖，比电视剧都带劲。但也有粉丝在线抓狂，怕自家女神结婚后变隐形人，从此消失在娱乐圈。
结果真给杞人忧天的小伙伴们猜中了大半。婚后那阵子，赵丽颖确实低调到快成路人甲，每次出现在镜头前都自带生活气息。朋友圈晒娃、做饭、遛狗，一套操作下来，好像下一秒就要进隔壁小区跳广场舞。有网友脑洞大开，拼命三娘变全职太太，这剧情反转我不服。还有弹幕飘过，是不是每个女明星结完婚都要体验一下柴米油盐？时间线来到2021年，两人的离婚消息炸翻全网，怎么突然就结束了？一群吃瓜群众在线刷屏，有段子手留言：冯绍峰是风流公子，赵丽颖是铁血女主，果然还是各走各路才最适合。离异后的赵丽颖没有沉浸式，也没搞什么疗伤期大戏，一朝回归，全网惊呼：这姐状态恢复的比换季上新还快。拍戏日程排满档，从古装打怪升级到现代悬疑探案，还顺手拿下电影资源和时尚封面。网友总结一句话：这叫职业选手重返赛场，不讲武德。2024这一年更是他的事业高燃时刻，第20条票房口碑双丰收，还创下9项影视纪录。不少观众直言，今年看电影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原来演技可以这么稳。影评区甚至出现奇葩对话 ：A. 你觉得他哪里厉害 ？B. 眼神杀加台词功底，我怀疑导演都被镇住了。C. 补刀，再加一个造型无死角，纯属物里外挂。年底，新加坡国际电影节红毯现场，他轻描淡写发条社交动态：今天很 nice， 不废话啦，晚安。粉丝们立马化身福尔摩斯，把原因扒拉个底朝天，原来酱园弄，悬案入围展映。这部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新片，让不少老粉兴奋的差点熬夜守直播。有弹幕飘过：姐，这是开启国际路线了吗？地球已经容不下你的野心。更狠的是，这部片上映前就被业内预定为年度黑马。有看过试映的人爆料，10名媒体采访他，说他把角色演出了毛孔级细节，有种一秒入魂的既视感。质疑他的人建议去电影院补课，这个梗直接冲上热门讨论榜单。别以为只有影视成绩亮眼，人家在时尚圈也是横着走。从杂志封面到品牌活动，每次出街造型都能掀起模仿潮流。一件白衬衫，一双运动鞋，被网友玩梗称作国民同款制造机。甚至有人吐槽，只要买得到，就一定撞衫，买不到，那就是限量绝版。综艺方面也没闲着，今年参加文化类节目，与嘉宾一起研究传统文化知识点，一边聊诗词歌赋，一边科普历史典故，让不少观众感叹，原来娱乐圈还能长知识。节目组后台工作人员透露，他录制间隙会主动请教老师细节问题，说自己怕误导观众信息。这波业务能力加敬业精神，又给大家整不会了。而且工作之外，他偶尔晒娃依旧佛系，但状态明显松弛许多，不再执念于标签和外界定义，也没有非要证明什么。活得通透4个字，在他身上简直长出了翅膀。有弹幕飘过一句神评：真正的大女主不是一路碾压，而是在低谷中自救，然后用实力反杀回巅峰，这才叫爽文本人吧。更魔幻的是，每次网上关于情感八卦的话题一冒头，总会自动配套几个冷门花絮。例如2018年的官宣题火遍网络后，有记者专门盘了一波历代明星官宣模板，说最经典还是当年的那句我们领证啦。据说某社交平台后台统计，那几天用户模仿率突破历史记录，比追星女孩 P 图速度还快。而今37岁的赵丽颖，无论是在影视、综艺还是商业领域，都保持极高曝光度。但每一次出现，都不像以前那么紧绷，
而是一种松弛自在又充满力量的感觉。哪怕偶尔素颜出街，也照样能引发热议。年龄焦虑不存在。有人留言调侃道：“姐姐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优雅地应付那些催生二胎的大妈团。”坊间还有一个冷知识，据公开报道，当初拍摄《花千骨》的时候，为赶进度，每天只睡3小时，还坚持不用替身亲自吊威亚。当助理问累不累的时候，他随口一句回复：“至今流传江湖，累肯定累啊，可是谁让我是演员呢？”很多故事听起来像鸡汤，其实都是扎扎实实的落到了生活里。所以如今看到他一路逆袭，不少老粉都有种集体云成长的错觉。有位资深影迷留言：“小姑娘从农村跑出来闯世界，到现在站在国际红毯中心，你管这叫普通人生？明明是升级打怪加隐藏彩蛋模式。如果此刻你正卡在人生瓶颈期，可以尝试用娱乐区热梗做个小游戏。假如你拥有一件切换副本的技能，会想体验哪个阶段的赵小刀人生 ？A 片场摸爬滚打版 ，B 全职妈妈佛系养娃版 ，C 离异独美闪耀复出版。选好之后，在评论区秀一下理由，看有没有同道中人跟你组队开挂。